嘿，大家好，我是 A 神。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我的絕招怎麼練成的一個過程或者是一個故事吧。那其實啊，在之後的素材啊，都會有這個我的絕招從零，就是從構想開始到練習到完成的整個過程到底是怎樣？對，但是啊，構想的過程已經在以前的一些影片裡面，已經從一些機查的對話裡面已經跟大家說過一次，我那個絕招構成就是絕招的構思到底是怎樣。那現在我們就會進入這個絕招的練習過程，那就是從理論帶到實戰的那個過程。对，那其實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那個構想過程到底怎樣？那現在就輕輕的提一下吧，就是其實啊，就是操縱 Air Dash 過去之後，直接用這個僵屍盔甲來把敵人封住，然後把敵人消擊，就是這個短短那麼簡單的一個 combo 而已啊。那其實為什麼我會那麼強調這個 combo？那其實是因為就是之前所說的防禦型玩家是我其中一個大的弱點啊，所以現在就有這個絕招的練習過程的這一場影片，作為一個系列來給大家看。那現在這個影片呢，是一個絕招度過了構想過程，來到我們的實戰練習過程，就是看這個絕招到底可行性有多高。對，所以啊，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絕招練習過程的這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第一回合的尾聲了，這邊我直接用個 Time 片把衣服把它封住。那這邊應該是一個致命性的抓捕，因為它的素衣應該是還沒存好，而且我就是抓它沒存好這個時間，直接用這個 Time 片把衣服來把它收掉。那來到這個第二回合啊，那第一回合一開始打紅雞童，它是一個防禦型紅雞童，那所以的話也是防禦型紅雞童或者是防禦型玩家最適合用來練習我的那個絕招，因為我的絕招其實就是完完全全用來針對這種防禦型的打法，所以這一場是很大機會會用到我的那招絕招的。那但是這個是一個練習的過程，所以的話，這個絕招的使用是不是最終版本？我可以跟大家說不是，那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過程，因為我們打這種格鬥遊戲或者是這種競爭類型的遊戲，如果你不是用 Meta 的話，這種從零開始創作的那個過程呢，是我覺得非常非常之享受。那其實這個也是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用 Meta 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就是其實我是非常之享受這種創作從零開始到有的那個過程，而不是用一種完完全全自霸這個遊戲已經很多人用爛的那種 meta 打法。所以說我為什麼不用 meta， 這個就是其中的原因。我喜歡創作，對，從零開始創作，或者是從一個有一點點基礎的東西開始創作，這個就是我為什麼不用 meta 的一個原因之一啊。那所以的話，這個我的絕招其實就是從這個有一點點基礎，就是那個僵屍衣服為基礎的一個創作啊。所以的話，這個絕招為什麼我不停地提，其實是因為這個過程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對，這邊可以看到，我剛才已經檢查了這個人員披風，我給這邊直接封掉，然後我們準備用人員披風把它消解，看能不能成功。OK， 這邊失敗了。其實這個啊，僵屍衣服配這個人員披風來消解，失敗率非常非常之高。那其實為什麼失敗率那麼高？其實是因為啊，它對於時間那個掌控非常非常之嚴格。那如果你只是錯過了0.1秒，或者是錯過了0.幾秒，其實基本上你也是會失敗。所以說那個是非常之困難的。那但是這個也是一個過程啊，這個過程將會為我未來的這個絕招有一些小小的更改。那但是我們這個過程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看的。所以的話，我們來到第三回合，那第三回合也是我們從剛才那回合啊，就發現，誒，原來人員披風好像這有點嚴格啊。雖然它有這個回復技能的那個效果，而且它也有消氣的效果，那其實能得到越多好處的一些打法或者是一些 combo 啊，其實也是相对的越難執行。所以說剛才僵屍衣服配合這個人員披風是能成功了，但是也是非常非常之嚴格，那個就是我之前所構想的一個漏洞啊。所以的話，後面應該是會改的，但是這場比賽我們還是繼續先用僵屍盔甲配這個人員披風。對，這邊的話直接用 SD 把它封住，因為也是之前所說 SD
把它復制，同時我的技能也是會回復的比較快。OK， 這邊的他直接用了莉莉頭啊，那我們就先把披風跟衣服扣着，我們先用這個頭盔，因為現在啊2招技能盔甲跟披風是我們的那個絕招的必須要有的一個技能啊。OK， 這邊把它射下去，然後我們的技能應該是快傳好了，那我們就等待時機。然後找到一個適合時機，直接丟這個僵屍盔甲。那其實什麼是適合時機？就是它不能防禦，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適合時間啊。所以呢，我們現在就等它防禦，那我們就不停的進攻啊。但是啊，進攻同時也不要給它用一些致命技能抓到。OK，這邊呢直接把它打下去摩擦呀。哎呦，這邊失手了。那我們別怕，那我們也是啊，等待盔甲使用，直接用。哎呦，這邊你看到我直接站那邊是因為我換英雄失敗了，所以你看到左下角那個換英雄的提示，就是那個不能換英雄的提示啊。那其實現在我們的絕招意圖已經暴露了，但是我們沒差，因為我們絕招厲害的地方就是，儘管敵人是知道我們想開，那但是他想避也避不開。哎呦，這邊失手了啦，沒差，我們直接把他用超手 SD 炸下去。那這邊的話，我們直接補一刀拿下這回合。